不用厨师机不揉面就做不出面包啦？那不也有好多做成功的吗？这房子真的可以，不信你们看我做的吐司。你看啊，我这就是没有揉面，放凉后的吐司。这怎么着也不能说是馒头的口感吧？相信我，真的简单到有手就能做。我为了新手好操作，我改良了一下配方，学会了还能用这个给孩子做一周不重样的三明治当早餐。首先大家问的最多的面粉，我就是用的普通的高筋面粉、高筋小麦粉。酵母我就用的是高活性干酵母，我就把配方放在屏幕上了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。还有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没有淡奶油行不行？那就全用牛奶代替就行了，但口感会有差别。我们现在就先把液体的全倒到盆里，2克盐，30克糖。然后1个鸡蛋酵母，然后放奶粉，高筋面粉250克，直接翻拌匀就行了。这里啊有点黏没关系，放融化的黄油，不想下手就直接用刮刀翻，根本不需要用手揉，最外面再抹一层食用油，然后放冰箱冷藏半小时。我大概冷藏了1小时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它能不能出膜。后膜已经出来了啊。然后呢，就像叠被子一样，再叠一下，叠4次，后边就特有筋性，就叠不动了。最后团起来，光面朝上，扔到发面盆里。现在进行第1次发酵。我一般用烤箱，烤箱要是没有加湿功能，需要放一碗热水，然后调30度去发酵，1个小时发了1倍大瓦。现在要排一下气，给它切成3份，擀一下。给它卷起来，然后再擀开，再卷，不要卷太紧，不然就不够蓬松了。最后一次这样收个口，把这3个都放到吐司盒里，2发设置40度，我还是用了1个小时。你看现在已经发到9分满了，还得刷一个黄油。等一下，最后预热烤箱175度，20分钟就行了。盖了一层锡纸，让它烤颜色重。哇！不用揉面呀，能做这么成功。等它放凉，然后就可以脱模了。只有放凉透了才好切片。咱就说不用揉面的这个面包的拉丝怎么样吧？虽然视觉上比手套膜差点，但是你看这回弹，还是相当优秀的吧？真的非常好吃，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。那现在就可以用吐司做1周的三明治了。先用锯齿刀给它都切成片。那周一就来个蟹柳滑蛋三明治，2颗蛋，大概1/3盒牛奶，搅散。加撕开的蟹柳，全程小火煎，4周往中间推，不要搅，这样煎的蛋才嫩。然后开始组装，包的时候啊，用保鲜膜，它比油纸要更好包。我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拼图，后边就截图保存吧，这样你们看得更方便。周2午餐肉鸡蛋三明治，周3金枪鱼培根三明治，周4虾仁包菜三明治，周5芋泥肉松三明治，周6土豆泥鸡蛋三明治。趁周末都安排起来吧，就每天晚上你做一个他喜欢的口味，早上微波炉40秒，再给他配个牛奶水果，就是营养丰盛的一餐啦。妈妈呢，要是懒得早起，让他自己热也完全可以。这个面包吃不完的要放到冰箱冷冻储存。关于空气炸锅，就底部加点水。然后面团放在这上面发酵就行了，设置的温度是一样的。用空气炸锅的话就不需要预热了，直接170度10分钟就行了。看一下，完全没塌。这个就是全牛奶没有淡奶油的方子，特别松软，刚出锅的贼好吃。我女儿特喜欢吃面包，没有厨师机怎么办？我有个不用揉面的方式。我犯懒的时候啊，就会给孩子做一盘不同口味的早餐包，这样每天早上就不用管它了。正好今天我也给他做一批，那下周1周我就不用早起了。首先做面包的面粉啊，必须得用高筋的。食材是这些，大家做的时候啊，不用挨个称出来，就直接在一个大盆里面称就行。先把液体的倒进去，接着是这些。然后搅和匀了，再放面粉和奶粉，全程不用下手，用刮刀翻拌就行。然后没干粉了，再加融化的黄油，继续翻匀，不用费力气揉，黄油和面啊融合了就行。表面再抹点食用油，盖盖子放冰箱冷藏半小时。现在做面包馅儿，一种啊肯定会腻，那我就做4种吧。甜口啊雪芙酱，咸口蒜蓉酱，还有小热狗，还有原味的。那雪芙酱啊就是黄油自然软化后，加糖搅和匀，再加牛奶和淀粉，再搅和匀就行啦。那蒜蓉的也是软化后的黄油，把盐、糖、蒜末、葱花都丢进去，也搅和匀就行了。现在冰箱拿出面团，面粉和奶充分结合，形成面筋，短短半小时就能扯出厚膜了。然后像叠被子一样折叠几次，大概4、5次，面筋就已经很紧了，就叠不动了。然后就揉起来，光滑面朝上，拿去发酵第1次，室温28度左右发酵就行，大概1小时，发到2倍大，就可以排气后去分割了。我习惯50、60克一个吧，4周向中间捏，然后翻
翻过来搓圆，再码到烤盘里，空隙不用留太远，要的就是这种积极的效果。二发我一般是放烤箱，旁边放完水，需要38度40分钟，发完后的样子胖乎乎的超可爱。然后就是甜馅了，这种后置甜馅就是比较省事儿，做起来也比较快。原味的就是表面刷个蛋液，再撒点芝麻，这排排早餐包就已经挺好馅了。因为还得给闺蜜妈妈们送点儿，所以我做了很多。预热烤箱烤170度20分钟，不同口味的早餐包就出炉了，超简单，有没有？这做一次1周的量就够了。哇，看这拉丝，不揉面也能做出层层拉丝。有了这方便的方式，以后再也不用买面包了，想吃什么口味就做什么口味呗。没有烤箱，用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的，一样拉丝，还不用预热。面包的搭配可以来杯奶茶，我有个特好喝的桂花烤奶茶，先用开水泡一下桂花和红茶，泡10分钟，过滤茶叶，不要丢掉啊，茶叶和茶都得用。奶锅里小火熬个焦糖，熬成琥珀色，再把过滤的茶叶丢进去炒。然后加杯牛奶，再加茶水，搅和匀，煮开，关火，再过滤掉茶叶，就可以喝了。天越来越冷了，这来一杯热乎乎的，配着面包吃，哇，全身都暖乎乎的。哇，这里面一看这个就最好吃，蒜香的那个是。早上起来3个，周1、周2、周3、周4、周5，直接全满足。我今天做了一个特别好喝的一个什么叫焦糖烤奶茶，有种港式奶茶的感觉，比外面做的好喝。哎，放学啦！你要的冰淇淋炸鸡我给你做了啊。你是觉得冰淇淋太冷，所以配个煤球吗？儿子，假如我快不行了，然后有悬崖上有一棵仙草可以救我，你会去摘吗？你那个不符合实际，你能长命百岁呢，什么不行的？说点实际的，明天平安夜我能不能吃个冰淇淋炸鸡？算睡觉。昨晚灵魂拷问没问出来，看在这小子说长命百岁的份上，满足他的圣诞需求。冰激凌配炸鸡这能好吃吗？还好做起来一点也不难，这些材料全和到一起就是蛋卷壳了，搅一搅静置10分钟就行。这个时间正好把鸡块也腌了，也是这些调味丢进去，抓匀了，盖保鲜膜，丢冰箱先。诶，正好可以捞蛋卷壳了，两面各2分钟左右，颜色就刚刚好。再用自制的蛋卷神器趁热卷起来，最后收尾处得定型几秒。文成是不是有点冰淇淋店的意思啦？虽然答应给他做了，不过我得给他来点不一样的。墨鱼炸鸡粉，我买了好久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用上了。先小火炸，幸亏我点了暂停键，不然就溢出来了。哎呦，这颜色可以哦！冰淇淋正好冰箱还有不少呢，那又到了最后激动人心的组装环节了。先添几个黑莓块，来勺冰淇淋，好像有点化了，上面再随意的插几块，这搭配还不错嘛，再做几个晚上过节，让他跟妹妹一起吃。要赶紧放冰箱了，要化了。哎，好像回来了啊！这是炸鸡还是煤球啊？你是觉得冰淇淋太冷，所以配个煤球吗？啊，真香！ Merry Christmas，干杯！